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在當下這個被穩定、體面、鐵飯碗等關鍵詞反覆定義的人生模板中，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對既定軌道產生懷疑與反思。而演員張凌赫在一次採訪中的坦誠表達，恰恰擊中了這種時代情緒的核心。一部分原因是叛逆，另一部分原因是不想每天幹一樣的事。這句看似隨意的話，卻折射出當代年輕人關於職業選擇、人生意義與自我認同的深層困惑與覺醒。從標準答案到偏離軌道，理工學霸的分岔人生。如果按照傳統路徑來看，張凌赫的人生原本幾乎沒有任何偏差。電氣工程專業出身，理工科背景扎實，這樣的履歷在多數人眼中意味着穩定的未來，進入國家電網或成為一名公務員，過上按部就班、風險極低的生活。這是一條被無數家庭驗證過的安全路徑，也是社會普遍認可的成功範式。然而，正是在這樣一條被視為正確的道路上，張凌赫選擇了轉身。他沒有順着慣性走下去，而是主動偏離軌道，走向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行業——影視表演。這個決定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任性，但如果深入分析，卻更像是一種對自我內心的誠實回應。在採訪中，他用叛逆來形容自己的選擇。這種叛逆並非簡單的對抗權威或情緒化反應，而更像是一種對既定規則的理性反思。當一條路被證明安全的同時，它是否也意味着某種程度的單一與可預測？而對於一個內心渴望變化與刺激的人來說，這種可預測性反而可能成為束縛。不想重複的本能，年輕一代的情緒共振。比叛逆更值得關注的是他提到的另一點：不想每天幹一樣的事。這句話之所以能夠迅速引發共鳴，是因為它精準表達了當代年輕人在高強度社會結構中的普遍焦慮。在工業化與信息化高度發展的今天，許多崗位被高度流程化、標準化，朝九晚五、固定任務、重複操作。這種工作模式在保證效率與穩定的同時，也在某種程度上壓縮了個體的創造空間與新鮮體驗。長此以往，人很容易陷入一種時間被切片、人生被複製的狀態。而張凌赫所選擇的演員職業，恰恰與這種重複性形成鮮明對比。他提到的3個月一個週期，意味着不斷更換劇組、角色、環境與合作對象。每一個項目都是一次新的體驗，每一個角色都是一次重新定義自我的機會。這種高頻率的變化，本質上滿足的是人類對新奇刺激的心理需求。心理學研究表明，適度的新鮮感能夠顯著提升個體的幸福感與投入度。而當這種新鮮感成為職業的一部分時，它便不再是偶然的獎勵，而是一種持續的動力來源。從理性到感性，跨界背後的自我重塑；從電氣工程到影視表演，這不僅是職業路徑的轉變，更是思維方式的切換。理工科強調邏輯、結構與精確，而表演則需要情感、想象與表達。這種跨界意味着個體需要打破原有的認知框架，重建一套新的能力體系。張凌赫在採訪中提到，正是進入這個行業之後，他才接觸到了更加廣闊和多元的世界。這種世界的擴展，不僅體現在地理與人際層面，更體現在認知與感知的維度。演員需要理解不同人物的動機、情緒與處境，這種不斷帶入他人的過程，本身就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訓練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這種轉變讓他從一個問題解決者變成了情感表達者。前者追求確定答案，後者則擁抱多重可能。而在這個過程中，他也逐漸完成了對自我身份的重塑，不再只是一個理工科畢業生，
而是一個能夠在不同角色之間自由切換的表演者。娛樂圈的不確定性、風險與回報的不易。當然，選擇演員這條路，並不只是浪漫與自由的代名詞。相較於穩定職業，娛樂行業充滿了不確定性，項目的不連續、角色的競爭、輿論的波動，以及職業生命週期的不可預測性。這些因素都使得這條路充滿風險。然而，也正是這種不確定性，構成了它的吸引力之一。對於一部分人來說，風險並非需要回避的因素，而是一種可以激發潛能的動力。張凌赫的選擇，某種程度上正體現了這種主動擁抱不確定的心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並沒有用熱愛表演這樣的標準答案來包裝自己的選擇，而是坦率地從個性出發。這種去理想化的表達，反而讓他的動機更加真實可信。因為現實中的職業選擇，往往並非單一因素驅動，而是多種心理與環境因素交織的結果。叛逆的另一種解讀，對自我負責。在傳統語境中，叛逆常常帶有負面色彩，意味着不成熟或衝動。但在當代語境下，它逐漸被賦予新的含義，對既定規則的質疑，以及對自我意願的堅持。張凌赫所說的叛逆，更接近後者。他不是對抗他人，而是對其自我。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並不適合某種生活方式時，選擇離開本身就是一種責任感的體現。因為繼續停留，才是真正的不負責任，對自己不負責任，也對時間不負責任。這種叛逆，實際上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自律，它要求個體清晰地認識自己，並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後果。相比之下，盲目遵循社會期待，反而是一種更容易但也更被動的路徑。時代背景下的選擇困境，穩定與自由的拉扯。將張凌赫的故事放在更大的時代背景中，可以看到它所映射的是一種普遍的結構性矛盾。一方面，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讓穩定顯得更加珍貴；另一方面，個體意識的覺醒又讓自由成為不可忽視的價值。這種矛盾使得年輕人在職業選擇時往往陷入兩難：是選擇安全但可能單調的生活，還是選擇充滿變化但風險更高的道路？沒有標準答案，也不存在絕對正確的選擇。張凌赫的路徑只是眾多可能性中的一種，但它之所以具有討論價值，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參考。當內心的需求與外界的期待發生衝突時，是否有勇氣傾聽自己？從個體故事到群體情緒，為何我們會共鳴？一個演員的職業選擇之所以能夠引發廣泛討論，本質上是因為它觸及了集體情緒。許多人在現實中無法輕易改變現狀，但他們會在他人的故事中看到某種替代性實現。當張凌赫說出不想每天幹一樣的事時，這句話不僅屬於他，也屬於那些在格子間裡重複操作的人，屬於那些在固定軌道上前行卻心有不甘的人。它像是一面鏡子，讓人看見自己未曾說出口的想法。這種共鳴並不一定會轉化為行動，但它至少完成了一次情緒確認。原來，不安與厭倦並不是個體的孤立感受，而是一種普遍存在的體驗。選擇本身比結果更重要。回到最初的問題，為什麼會成為演員？張凌赫給出的答案並不宏大，也不完美，但正因為如此，它才顯得真實而有力量。在人生的諸多選擇中，最難的或許不是找到一條最優路徑，而是承認沒有絕對的最優路徑。每一種選擇都是在特定條件下的權衡結果。重要的不是是否符合他人的期待，而是是否符合自己的節奏與需求。叛逆也好，不想重複也罷，這些看似簡單的理由，背後其實是一種對生活方式的主動定義。在一個充滿標準答案的時代，這種定義本身就已經是一種難得的勇氣。或許
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像張凌赫一樣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。但他的故事提醒我們，在被各種聲音包圍時，至少要留一點空間，去傾聽內心最真實的想法。因為最終要過完這一生的，不是別人，而是自己。感謝您觀看視頻，請訂閱我們的頻道以支持我們。